我的名字叫袁振霞，是个探险家。这次的云南深山之行让我遇到了难以想象的事情，诡异的苗疆巫术，传说中的吸血僵尸，就连可怕的异形怪物都出现在我的眼前。故事还要从我和教授的队伍到中泰边境的深山里寻找救命的草药说起。到目的地后，教授就提醒我，在这附近有一个擅长巫术的古族，让我不要乱跑。可我宁愿相信有外星人，也不相信有巫术这种事。次日一早，我就开始观察附近的地形地貌。可就在此时，水里突然钻出一个非常哇塞的女孩，我竟看得一时失神，手里的望远镜掉在了地上。女孩好奇地捡起望远镜看向我，结果被吓了一跳。对不起，打破了你的东西。不要紧，我还好多。就在此时，远处传来口哨声，女孩就急匆匆地离开了。晚上我们坐在篝火前聊天的时候，突然听到大山里传来了鼓声。教授告诉我们，这是古族祭神的鼓声，并且十分严肃地告诉我，你们千万不要过去看啊！不过去。下一秒，我们几人就偷偷地从营地溜了出来。好大的场面！在远处看到如此诡异的场景，我们几个更按耐不住心中的好奇心，向古族祭神的地方靠近。我居然用望远镜再次看到了那个哇塞女孩。原来巫师想要得到女孩，可遭到了女孩的拒绝。气急败坏下，巫师就选中女孩来祭神。族人见状，急忙出来劝说：巴珠是前任族长的女儿，请不要把她祭神，这是神的旨意。但是我们从来没试过。巫师见有人敢违背他的意思，直接放出了他的洋鬼。看到族人被洋鬼吃掉五脏六腑的样子，众人纷纷被吓到不敢出声。在远处看到这一幕的我，知道机会来了，只要把女孩救出，她肯定对我以身相许。同伴们见我冲了出去，只好回去拿武器来支援。当我进入古墓的时候，恰好看到棺材板自己掀开，一具千年僵尸从里面爬了出来。一旁的小伙当场被吓尿，我也对僵尸十分好奇，就仗着自己手里的真理上前查看。可没想到僵尸突然行动，掐住我的脖子把我提了起来。我对着僵尸的脑袋就是2枪，僵尸果然跟电影里的一样，刀枪不入。我被甩飞后，趁着僵尸吸一旁小伙的机会救走了女孩。可巫师似乎有了感应，有人破坏祭坛，你们快去看看！此时我才知道女孩叫巴珠，她告诉我巫师已经发现了我，于是我就带她逃往营地。恰好此时教授带人过来接应，可对方的人实在太多，我和教授还是被他们抓了回去。只见巫师将一碗浆糊倒在了教授头上，过了一会我才发现这些浆糊居然全是蛊虫。他们很快就把教授变成了自己的养料。亲眼见到这一幕，我也是惊恐不已。可巫师也不想放过我，只见他从尸体里挖出几颗子弹给我喂了下去。很快就有子弹在我体内爆开。我趁巫师离开的时候，用地上的放大镜反射阳光烧断了绳子，随后更是强忍着剧痛从这里逃了出去。可随着子弹不停的爆开，我还是倒在了半路上。就在此时，被我救出来的巴珠突然出现。原来他这次是来报答我的。还没等我拒绝，巴珠就从身上挖出一块奇怪的东西给我吃了下去，然后告诉我这是他的护身酱。还没等他说完，我再也无法保持清醒，就晕了过去。等我醒来后，巴珠已经不见，于是我就独自回到了香港。转眼间1年过去，这件事也被我渐渐淡忘。这晚我正要和外国女朋友聊天，一个身穿苗服的大汉突然出现，不由分说就和我动起手。经过一番苦战后，我终于被他制服。原来这个男人叫黑龙，是巴珠的男友。他告诉我身上中的血酱快要发作了，而巴珠也中了鬼面酱，要想解酱就到纸上的地址找他。临走时还提醒我千万不要近女色，不然降头马上发作。我自然不信他的话，于是等他走后，我就继续跟外国女朋友聊天。结果下一秒，我身上的降头真的发作了。我只好向我最好的朋友卫斯理求助。在跟他诉说1年前经历的时候，第2个血咒爆开，卫斯理立刻说出了他的判断。第一个在什么时候爆的？跟现在的时间差不多，那就是24小时爆一个，5天之内就会爆到心脏，你就完了。随后卫斯理便让我明天与黑龙会合，他后天就到。连夜我就带着卫斯理的表妹彩虹来到了黑龙的村子。可一来到村子，就发现村里的小孩全都被巫师抓住练小鬼将。于是我就想和黑龙他们一起救出孩子，可没想到出师不利，刚来就遭遇了巫师的陷阱。很快村民们就全军覆没，就剩下了我和黑龙还有彩虹。我不想彩虹遇险，就劝说他回去。我走了，我再也不回来了。好啊，随你便。就算我回头的时候被毒蛇咬了，被毒箭射了，被毒男人吓着了，我也不回来了。我不理你了，我看你以后后不后悔。你好狠心呐！我以为彩虹发脾气，没打招呼就走了。此时黑龙表示就剩我们2个，也救不出孩子，于是就先去看望中了鬼面酱的巴珠。巴珠告诉我，我们要想解酱，只能找到舍利子。在哪里？藏在山中的大佛，
无路可上，根本就没有人爬上去过。得知舍利子的位置后，我就回去准备装备。另一边，彩虹被巫师抓了起来。次日一早，我们才发现彩虹没有回来。黑龙说出了他的猜测，一个是死了，一个就是让他们抓去了。于是我们两个决定先去救彩虹。准备好装备以后，我们就开车冲进了巫师的老巢。在强大的火力下，终于吓跑了巫师的手下。进入古墓后，我们发现巫师正在炼制小鬼酱，而彩虹就被绑在一旁的柱子上。巫师离开后，我们两个就冲出来救下了彩虹。而这一切貌似都在巫师的计划中。果然，就在我照顾彩虹的时候，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彩虹！危机时刻，卫斯理带着支援赶到。把彩虹制服以后，白素急忙给他注射了镇定剂。随后我就把彩虹被巫师抓走的事情说了出来。黑龙看出这是中了黑心酱的征兆。就在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八猪说出解酱的办法。要解黑心酱，就要以黑制黑，用7种黑色动物的血，包括黑羊、黑牛、黑狗、黑猫、黑蛇、黑鹰和黑蜥蜴，7种血混合煮热了，把它泡在水缸里，泡到它醒过来为止。这招果然管用，泡了一夜，彩虹也恢复了正常。卫斯理知道巫师的小鬼将十分厉害，于是就准备好了对付小鬼将的陷阱。果然，一到了晚上，巫师就用小鬼将来对付我。幸亏卫斯理早有准备，消灭了巫师的小鬼。随后，我便和黑龙找到了山顶的大佛，可没想到，表面上慈悲的大佛身上却全是要人命的机关。就在一刹那，我发现大佛上居然多出18个和尚。为了活命，我只好掏出真理来对付这些假仁假义的和尚。最后，黑龙忍无可忍，喊道：“大师，我们拿舍利子是用来降魔救人，请各位大师成全我们。”就这样，这群和尚终于消失，我们两个也顺利拿到了舍利子。当我们赶回村子的时候，巫师的人已经血洗了村子，并且抓走了八柱和彩虹。眼看我和黑龙追了过来，巫师急忙召唤僵尸，黑龙没有给巫师继续作恶的机会，一脚就把他踢到了僵尸的棺材上，僵尸就把他当作祭品抓进棺材。吸食了巫师以后，僵尸居然进化变成了异形。危急时刻，卫斯理及时赶到。经历过这件事后，我才明白对付僵尸要用火箭筒。到这里，我的故事也就结束了。我是小 K，我们下期见。